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现在越来越多人怕老，怕的不是皱纹，不是体力变差，而是怕自己慢慢忘记亲人，忘记回忆，最后连自己是谁都记不住。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失智，至今没有特效药，没有根治手段。很多昂贵的补脑保健品、秘方、偏方，最后几乎都被临床研究打脸。就像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 Brain Excel 温水护脑骗局，伪装成 CNN 新闻页面，捏造哈佛医生的金蜂蜜食谱，宣称能逆转阿尔茨海默，最后被揭露是假网站、假背书，是专门骗取那些担心家里长辈失智的人，骗取他们的高价补品费用。这类骗局每年都在发生，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焦虑被利用。但全世界顶级神经科学学院 WHO 甚至哈佛大学经过长期追踪研究，都公开承认一件事：人类目前最便宜、最安全、最有效的护老方式，从来不是吃药，也不是补品，而是规律运动。今天这支影片，我不讲心灵鸡汤，不推介保健品，只把公开的临床证据以及哈佛长达14年的追踪研究、真实的护老案例、大脑萎缩的真相、中高龄真正有用的护脑运动，还有千万别踩的雷区一次讲透。如果你自己迈入中年，家里有长辈，这条影片建议你完整看完，也转给家人。这不是身材一体，是一辈子的记忆与尊严。很多人以为失智是遗传，是年纪到了就一定会发生，确实遗传有影响，但现代研究早就证实，后天生活习惯能决定你大脑老化速度的1半以上。这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在2025年11月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自然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追踪了296名认知功能正常的老年人，长达14年，数据真实可查，结论权威可信。除此之外，2025年11月3日 Nature 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专题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这项研究以运动作为阿尔茨海默前期可调控风险因素为核心，通过计步器客观记录认知功能正常老年人的日常步数，追踪其认知功能变化，最终发现规律运动与阿尔茨海默前期人群的认知功能衰退减缓密切相关，尤其对类淀粉蛋白水平较高的人群，保护效果更为明显。这也是首次通过客观计量方式证明运动对阿尔茨海默前期的干预价值，弥补了以往研究依赖自我报告运动量的偏差缺陷。而久坐是杀伤力最强的隐形伤脑行为，没有之一。先给大家讲一个新闻媒体报道的真实案例，来自2026年3月28日 PSE 及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发布的临床研究真实案例。该研究专门针对额颞叶型认知症患者设计多模式运动干预方案，其中一位65岁的男性患者与之前案例中症状相似，2020年被明确诊断为额颞叶型认知症，核心表现为人格改变、社交意志力丧失，偶有公共场合冲动行为，照护难度极大。研究团队为他制定了包含中强度、有氧肌力训练、平衡训练的多模式运动计划，每2周有专业教练指导，其家人每天陪同执行。从每次15分钟的轻度运动开始，逐渐增加至每天40分钟。坚持48周后，该患者的激越行为显著减少，认知功能、执行能力均有中度改善，大脑额叶血氧激活水平明显提升。这一案例被收录进 PAC 临床研究报告，成为运动干预额颞叶型认知症的典型案例，也印证了多模式运动的护脑效果。反观另一个真实新闻案例，来自搜狐2025年6月4日发布的久坐正悄悄吞噬大脑，你的椅子可能是痴呆的帮凶专题报道。报道中提到一位65岁的男性受试者，日均久坐长达12小时，退休后长期在家躺卧追剧、刷手机，几乎不参加任何户外活动。2年内陆续出现明显脑雾、记忆衰退症状，经常忘记刚说过的话，疑似个人物品。家人担心他患上阿尔茨海默，花高价购买了银杏叶试剂、补脑定等各类保健品，坚持服用半年却毫无改善，反而因长期久坐、缺乏运动，症状持续加重。后经医院检查确认他的海马体已出现轻度萎缩，属于阿尔茨海默前期。医生明确告知，其记忆衰退的核心根源是长期久坐、脑部供血供氧不足，而非营养缺乏。补品无法替代运动的护脑作用，这也是报道中强调的核心观点。久坐带来的脑损伤，补品难以弥补，唯有规律运动才能有效干预。这一案例也印证了报道中公布的研究数据，每天静坐超 9.27 小时，痴呆风险会呈阶梯式暴增，而这也是很多家庭的共同误区，以为补品能替代运动，最终错过最佳干预时机。长期不动、长期坐着、看手机、躺着追剧，会发生3件可怕的事，每一件都在加速大脑老化。第一，大脑海马体慢慢萎缩，这块区域专管记忆、存回忆、辨认亲人，它的萎缩速度直接决定你记忆力衰退的快慢，而久坐会让海马体萎缩速度加快30%以上，这是阿尔茨海默症与痴呆症杂志发表的研究数据。第二，脑血流变差，营养与氧气送不进大脑，
前物反应慢，记不住事会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需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和营养，而运动就是给大脑输氧送氧的最好方式。久坐则会切断这条营养通道。第三，脑部慢性发炎指标升高，会加速类淀粉蛋白堆积，这正是阿尔茨海默的核心病变机制。哈佛那项14年的研究明确指出，久坐的人脑部类淀粉蛋白和胎尔蛋白的堆积速度是规律运动者的2.3倍，而这两种蛋白的过度堆积就是导致记忆丢失、认知衰退的关键。这一结论也得到了2026年3月7日 PSA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发布的10年文献计量研究的支持。该研究分析了2014年至2024年间6134篇关于运动与阿尔茨海默的研究文献，发现运动对阿尔茨海默的保护作用核心就是通过调控类淀粉蛋白沉积、胎尔蛋白病变、神经发炎等关键病理机制实现的。其中，规律运动对胎尔蛋白堆积的抑制作用是延缓认知衰退的核心环节之一，这也是全球学术界近10年的研究热点。更值得关注的是 Nature 2025年那项研究还发现，运动对胎尔蛋白堆积的抑制存在计量效应，每天步数在5001至7500步时，抑制效果达到最佳。超过这个范围后，效果并不会进一步提升，这也给中高龄人群的运动强度提供了明确的科学参考。不用追求剧烈运动，温和规律就足够有效。简单讲，久坐就是慢慢让大脑提前老化，慢慢掏空你的记忆力。很多长辈觉得我不胖，血压正常，没生病就不用动，这是绝对错误的。大脑老化永远比身体老化更早、更隐形。这里还有一个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2025年7月发布的研究佐证。研究团队用小鼠模型做实验，发现规律运动能激活大脑中一种特殊的新型胶质细胞，这种细胞能保护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而久坐会让这类细胞活性下降，加速神经细胞死亡。这也从细胞层面解释了为什么运动能护脑，久坐会伤脑。运动确实能逆转大脑老化的进程，这不是传说，是有明确科学依据和真实案例支撑的事实。但运动到底是怎么保护大脑？首先纠正一个很多人的误解，运动护脑不是靠出汗排毒，也不是靠锻炼肌肉间接护脑，而是直接作用于大脑的神经细胞和相关物质，从根源上延缓衰退。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BDNF 大脑营养因子，也被称为大脑肥料。很多人以为 BDNF 是靠运动补充进去的，其实不是。BDNF 是我们大脑自身就能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它的作用就像大脑神经细胞的养料，能保护神经细胞不被损伤，促进新的神经连接。而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会直接抑制 BDNF 的分泌，让大脑处于缺氧状态，慢慢萎缩。反之，规律的温和运动能主动刺激大脑分泌 BDNF， 而且分泌量会随着运动坚持时间增加而提升，这是补品永远做不到的。补品只能暂时提升血液中某种物质的浓度，却无法刺激大脑主动分泌 BDNF， 更无法形成长期的保护机制。美国 NIH 在2025年7月发布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规律运动不仅能刺激 BDNF 分泌，还能激活大脑中的少突胶质前体细胞，这类细胞能生成髓鞘，而髓鞘是包裹神经细胞的绝缘层，能加快神经信号传递，减少神经细胞损耗。这也是运动能改善脑雾、提升反应速度的核心原因之一。而阿尔茨海默患者的髓鞘会逐渐退化，神经信号传递受阻，记忆力也就慢慢丢失了。与此同时 ，PNC 2026年的10年文献研究也明确指出 ，BDNF 分泌神经发炎、调控氧化应激缓解，是运动护脑的3大核心分子机制。这项覆盖10年的大数据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运动作为非药物干预方式在阿尔茨海默预防中的广泛应用潜力，也证明了运动护脑不是短期效果，而是长期坚持带来的神经保护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通过长期规律运动能有效延缓记忆衰退的科学根源。具体来说，运动对大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每一个都有权威研究支撑。简要来说就是：1. 提升脑部供血供氧，规律温和运动能让脑血管保持弹性，就像给大脑打通营养通道，让氧气和营养持续送进大脑，减少脑部缺氧与发炎。要知道，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需要消耗全身20%的氧气和营养，而运动就是给大脑输氧送氧的最好方式。久坐则会切断这条营养通道，让大脑长期处于缺氧状态。2. 刺激 BDNF 分泌大脑肥料，补品补不出稳定的 BDNF， 但运动可以。哈佛那项14年的追踪研究显示，每天坚持30分钟的轻中度有氧运动，坚持3个月，大脑 BDNF 分泌量能提升40%以上。而 BDNF 分泌量越高，神经细胞越稳定，记忆力衰退速度越慢。这也是搜狐2025年6月报道中那位65岁男性后续通过规律运动改善记忆症状的核心原因。规律运动持续刺激 BDNF 分泌，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这是补品永远无法实现的效果。3. 降低慢性发炎，
稳定血糖、血脂、糖尿病、三高，都是阿尔茨海默的超级风险因子。而运动能从根源控制代谢，减少脑部慢性发炎，延缓类淀粉蛋白和胎儿蛋白的堆积。这两种蛋白的过度堆积正是阿尔茨海默的核心病变机制。哈佛研究数据显示，规律运动者的脑部这两种蛋白的堆积速度比久坐者慢 2.3 倍。这也是搜狐2025年6月报道中那位65岁男性通过运动改善认知状态的关键原因之一。4. 稳定情绪，降低长期压力。长期高皮质醇会直接毒杀海马体神经细胞，而温和运动能舒压，降低皮质醇水平，间接保护海马体，减少记忆力损失。就像搜狐2025年6月报道中的那位65岁男性，坚持每天30分钟快走和太极运动半年后，不仅脑雾忘事的症状明显减轻，情绪也变得平和。这就是运动带来的双重好处，既护脑又养心。把前面的重点收拢成一句话，其实你真正该记住的核心只有这一件事：运动不是练体力，是每天帮大脑做保养、做防锈、做加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护脑方式。这里额外补充2项海外核心期刊的关键研究结论，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运动护脑的科学性。一是 Nature 2025年研究明确的运动剂量黄金标准，每天5000到7500步是中高龄人群护脑的最佳步数范围。过度运动不仅不会提升效果，还可能增加心血管负担，这也呼应了我们后面要讲的运动实操方案。不用追求剧烈，不用追求过量，温和规律才是关键。二是 PNSC 2026年的10年文献研究发现，过去10年全球关于运动与阿尔茨海默的研究数量逐年递增，研究焦点从原来的流行病学调查逐渐转向分子生物学机制。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运动能从细胞层面、分子层面多途径保护大脑，其效果远远超过任何补品。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顶级神经科学家都一致推荐运动作为阿尔茨海默预防的首选方式。前面讲了这么多科学原理、真实案例和海外研究，其核心就是想告诉大家，护脑运动不用复杂，不用昂贵，不用追求剧烈，只要选对方式，坚持下去，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不管你是中年久坐党、退休长辈，还是平时几乎不运动的人，都能直接照搬练习。下面分人群、分场景，把最实用的实操建议讲透，收藏起来就能直接用。明白了运动为什么能护脑之后，先从所有人都能立刻上手的基础做法讲起。核心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5天，微微喘，能正常说话，不暴汗，不费力，适合零基础、久坐党、中高龄长辈，完全不用借助任何器械，在家小区就能练。基础快走，这是护脑首选，也是最简单易坚持的方法。每天30分钟，速度以能正常和人聊天，不会喘到说不出话为准，不用追求快，重点是规律。可以分2次练，早上15分钟，晚上15分钟，避免一次性运动造成身体超额负担。小区、步道、公园，甚至家里客厅来回走都可以。穿舒适的平底鞋，抬头挺胸，手臂自然摆动。每天坚持3个月，就能明显感觉到脑雾减轻，记忆力变清晰。2. 简易太极、八段锦，舒缓护脑，适配中高龄。每天20至30分钟，不用追求标准动作，重点是慢、匀、稳。可以在网上找简化版教程，如每套练习5至8分钟，重复3至4遍，动作简单，比如太极的云手，八段锦的两手托天里三交，能活动全身，同时激活大脑，缓解久坐带来的脑供血不足，还能锻炼平衡，预防长辈跌倒，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关节不好、体力较弱的人。3. 日常碎片化运动。如果你没有专门的运动时间，可以采用这个方案，就是把运动拆成碎片化时间，累计够30分钟即可，效果一样。比如起床后拉伸5分钟，刷牙时踮脚3分钟，上班间隙起身走动2分钟，每做1小时必起身。晚饭后散步15分钟，睡前活动手腕脚踝5分钟。碎片化时间累积起来也能达到护脑效果，适合上班族、带娃家长。如果你想按自己的年龄、体力和生活状态更精准的练习，接下来这部分可以直接对号入座。中年久坐党，这里指25至50岁经常加班刷手机，在基础快走的基础上，每周加2次轻度肌力训练，每次10至15分钟，不用器械，徒手就能练。找一把稳固的椅子，坐下，再站起来，重复15次，每组练2组，锻炼腿部肌力，同时激活大脑。2. 靠墙深蹲，后背贴墙，膝盖不超过脚尖，保持15至20秒每组，练2组可以增强核心，改善体态，减少久坐对大脑的损伤。3. 手指操，每天练习5分钟即可，比如握拳再张开，手指交叉进行拉伸，慢慢按揉指尖，因为手指连接大脑神经，通过活动手指能直接刺激大脑，改善记忆。2. 针对中高龄长辈，这里指50岁以上体力较弱的人，要以舒缓运动为主，
避免弯腰跳跃、剧烈扭转。除了简易太极，还可以加这2项。第一项，坐姿拉伸，即坐在椅子上，双手向上伸展，左右扭转腰部，每次10秒，重复5次，活动肩颈和腰部，促进血液循环。第二项，踮脚走路，每天10分钟，慢慢踮脚走，能锻炼平衡能力，同时刺激腿部血管，促进脑供血。注意走的时候扶着墙壁或椅子，避免摔倒。第3类人群是那些有基础运动能力的人，可以平时偶尔运动。这类人群可以在基础运动的基础上加入轻度球类运动，每次20分钟，比如乒乓球、羽毛球、门球这类运动需要手眼协调，大脑反应能同时激活，大脑多个区域护脑效果更好。每周2至3次即可，不用追求竞技，重在娱乐和锻炼。不过动作知道怎么做还不够，真正想把效果练出来，还得避开这些最常见的细节与误区。以运动前不用热身太久，5分钟即可，比如活动手腕、脚踝，拉伸肩颈，避免突然剧烈运动。中高龄长辈、有慢性疾病的人，运动前务必简单评估身体状态，不舒服就暂停。2. 运动中全程保持微微喘能说话的强度，不要追求暴汗、透支体力，尤其是中高龄人群，一旦感觉头晕、心慌、气短，立即停下来休息，喝少量温水。3. 运动后不要马上坐下或躺下，慢走5分钟，再拉伸2至3分钟，避免血液突然回流，缓解疲劳。每天运动时间固定，比如早上7至8点，晚上19至20点，有规律的坚持，比单次运动的有强度更为重要。为了让大家不用自己重新排时间，我把1周怎么练也整理成了最容易照搬的版本。周1，快走30分钟加手指操5分钟。周2，简易太极25分钟加坐姿拉伸5分钟。周3，快走30分钟碎片化累计。周4，轻度肌力训练15分钟加快走15分钟。周5，简易太极30分钟。周6，轻度球类运动20分钟加快走10分钟。周日休息，可做5至10分钟碎片化拉伸，重点不用严格遵守，每周保证累计150分钟轻中度运动即可，偶尔偷懒1天没关系，关键是长期坚持，哪怕每天只走20分钟，也比久坐不动强。最后再提醒几个最容易踩中的误区，很多人不是没有行动，而是从一开始就用错了方法，总以为要剧烈运动才有用，过度暴汗、透支体力，反而会导致脑部发炎升高，损伤心血管，尤其是中高龄人群，剧烈运动不仅护脑，还会伤脑。温和规律才是关键。2. 只是补品不动，再贵的银杏叶制剂、鱼油补脑定都抵不过每天30分钟快走。海外核心期刊研究已经证实，补品无法替代运动的护脑效果，与其花高价买补品，不如坚持规律运动。3. 年轻就摆烂，大脑损伤是累积的，中年久坐不运动，老年认知衰退的风险会翻倍。护脑不是老年人才要做的事，25岁以后就可以开始，越早坚持效果越好。4. 三高不管，只靠运动。运动是保护大脑的重要方式，但不是万能的。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人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运动只是辅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5. 3天打鱼2天晒网，运动护脑需要长期坚持，偶尔练一次没用。哈佛14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坚持规律运动1年以上，才能明显看到记忆力改善，大脑老化速度减缓。坚持才是核心。很多人一辈子在乎房产、存款、退休金，却忽略最珍贵的东西。到老还能清清楚楚记得家人，记得一生回忆，活得有尊严。预防阿尔茨海默从来不是老年才要做的事，是中年就要开始布局。最便宜、最安全、最有效，人人做得到的方式，就是每天动1点，坚持下去。不用追求复杂的运动，不用花高价买器械，哪怕每天30分钟快走，都能守住自己和家人的记忆。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现在最担心自己还是家人的大脑老化问题？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中老年人护脑运动菜单，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把健康讲透，只讲科学事实，不贩卖焦虑的内容，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本影片仅为医学健康科普，不构成个人医疗建议、诊断与用药处方。影片中提及的研究数据、案例及海外核心期刊研究仅供参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指导。